我有一个很 steady 的一个朋友啦，他说 Adrian 你好像还没有 review 过 Suzuki Swift Sport ZX33S 嘛？好，我就买给你试驾，他就是 Jayden。有前传准看了，忘记了。Hello， 大家好，我是 Adrian， 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啦。欢迎回到来 POV Test Drive 试驾系列啦。那我身隔壁有 Jayden 在这边，如果你们记得他的话，之前就是他借我试驾他的 Saga， 当时已经是接近天花板了，然后他就把它加了一个 turbo 下去，已经成为了 Saga 里面的4大天王之一了啦。他已经到顶了，他已经不能再上了啦。他就把车卖掉，然后买了什么呢 ？Suzuki Swift Sport。买这辆车的时候也找我的朋友去 direct import 进来啦，也花了3个月时间从日本潜水过来，所以我们叫这辆车叫做潜水鸭。方便透露一下你买的价钱是多少钱？On the road 到来大概是110千加这样子哦。手牙还是auto？如果你要买 auto， 就不要买 Swift Sport 啦。所以他买了美诺的。今天带你们去看一下期待已久的一个 Suzuki Swift Sport ZX33S， 因为很多人在那边敲碗，几时要拍。那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那我更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然后不多说，去看车 ，Let's go！那这个就是它车钥匙了，可不可爱？小小只的，只有一个锁跟解锁的把灯就这么简单了。这辆车呢是有一个无钥匙进入还有无钥匙启动的哈。这辆车其实有蛮多颜色的，在日本，可是黄色是比较多的选择啦。如果你不喜欢黄色的话呢，你必须要在那个 auction 里面等啊，可能有白色啊、黑色啊、红色啊都有的。那这辆车呢，其实呢，当时我跟Jayden讲，你不要改得这么快了，你先给我试一下原装啦。可是他一拿到车的时候，迫不及待去做了第一件事，就是去改了一套轮圈了的。所以你看这一粒轮圈呢，是来自一个 F1 GT 的，它是 AOW 的哈，换回也是17寸的。换了一个轮圈之外呢，也换了一个轮胎，来自于 Bridgestone 的 RE004，尺寸为205 45 R17，那原装是195的哈，195 457，所以它的原装 rim 我看下去那个胎压怪怪的，跟那个轮胎好像比较里面一点哦。原装避震器啊，大概一个拳头的高度 SUV 啊，等什么？那我们下山的时候马上去换哦。当我塞刹车卡钳也不可以啦，要不要来一个 4board？ 所以我很想试一下全原装的，所以尽量叫它不要先改先啦。然后后面呢也是大概一个拳头的高度啦。后面呢也是有刹车卡钳，可是呢，你看它的卡钳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往上面这样子夹的。有多少辆车有这样的设计是很少有，它刹车碟比较小一点点的。后面也是一样的尺寸的轮胎。原装来的这个 exhaust tip 啊是蛮好看的，可是Jayden呢就也迫不及待了，排气管也升级了啦，中鼓拿掉，尾鼓拿掉，中间是直出，中间有一个少一个外摆了，过后它就是 tip 了，所以这个 tip 也是类似像 Acapulco 的啦。之外呢，这辆车都没有什么改了啦，就这样，就是 exhaust 有一点声音这样子啦，因为Jayden顶不顺它的太安静了，整辆车好像 hybrid 车这样。从以前的 M16A NA 1.6公升的自然吸气引擎呢，到现在1.4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马力没有提升太多，大概几匹马力，可是它的扭力是从160个牛顿米呢提升到这辆车的220个牛顿米的。这辆车呢，就他们所称的日本阿西亚，因为蛮多人买，价格也不贵哈，它的实用性也是蛮高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车尾箱，车尾箱这里有2个按钮，左边这个呢就是要先 unlock 解锁了之后，你才按中间那个打开尾箱的。尾箱空间呢256公升，椅背可以做6式倾倒，可以多达500多公升的一个空间，而且几乎都是躺平的状态，2人3人出游不是问题啦，这个车尾箱是 OK 的。OK， 如果要锁门还是要按这边哈。哦，这个锁门的声音跟 Lexus， 不是 Lexus， 现在跟 Beza 那些都一样啦，吉拉卡。这辆车有双门的无钥匙解锁，它不是走sensor的哈，要按这个按钮的，在 mirror 会自动收碟的。那如果要进入后排的空间呢，它就好像 HRV 这样了的啦，这里拉开。
那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了哈，我身高173，我的腿部空间大概是下3根手指，头部空间多过1个拳头，但是在1个拳头的高度。它的椅背呢，倾斜角度呢 OK 啦，对我来说。可是它后排呢，讲真的，它不是讲很好坐的那种，可是可以接受啦 OK 啦。椅垫的发放也是 OK 的，不会太软，腰部这边会感觉到它的这个座椅会比较薄了一点，如果再厚一点的话会更加的舒服啦。可是买这种车，我们不讲后面的，我们是讲前面的驾驶的，好吧？后面就大概是这样的样子啦。手把这里也没有后座冷气出风口。那这辆车其实在日本呢可以选配那个什么 ACC 跟车啊、自动刹车，可是这辆车是没有啦，完全是空道啊，买对了。我们这种车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 ABS 啊、EBD 啊、有 ESC 那些就 OK 了的。这张座椅呢，虽然不是什么 Recaro， 可是它就写这个 Sport 字啦。我记得神经31呢就很好，有 Recaro 给你啦，手动调节，双座椅都是，这里有一些按键。这辆车当时买的时候里数才大概47千，4.5V。一拿到车之后呢，我发现它好像不是哦。你看这个内饰，感觉是 A 的哦，它的外观那些都是5星这样子的。那还有 Aluminium Pedals、Romance Drive 3 Pedal 自动刹车那些都没有啦，就有一个防火系统关闭。方向盘是可以调整上下前后，我很喜欢就是它可以拉得非常的靠我自己，踩踏油门啊那些都很 OK， 桌子都非常的不错哦。喜欢就是它的仪表呢，就是左边红色，右边银色，很 sport 的感觉啊。那我们来打着引擎一下，你必须要踩一个离合器，按 start。上了车之后，那个 side mirror 就会打开了。exhaust。有的稍微有一点声音啦，不会太吵。这个仪表呢，就可以通过这个 info button 按一下来更换。现在可以显示 boost meter， 还有就是油温，这是它的油耗啦，平均油耗为大概11 km/L。尤其是它是手动挡哈，在 Jayden 的手上不会省油到哪里去啊。每天做 hill door、rev match， 这个看时间的油耗，这个是它的指尖 G 值 G meter 啊，这个是它 torque 跟 power。给你看它的几时的时候，你有踩刹车跟你的油门这样子啊 ，brake。OK， 这辆车是原装是没有 oil cooler 的哈，从日本来配搭的这个 Carrozzeria， 我的一个主机，蛮高清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日本字啊，但是没有 Apple CarPlay 也没有 Android Auto 啦这个相机，但是后期是可以更换的。那我很喜欢它的这个冷气的这个控制哈，这个是不是 touchscreen 的？可是它就是我通过这里转的话哦，它就显示它的那个温度了的啦哈，这个就是它风速，那个声音还不错啊，滴滴滴。现在不像 Honda 那种这样大声的哈。这辆车的 Sport Mode button 在哪里呢？我就找到只有这个咯，按了之后就 Sport Mode 了。6速的手动变速箱，它的换挡是非常的清晰，那个咚咚咚咚的感觉有没有？非常的 solid。然后如果要进入 R 档呢，就是在下面这里拉上来，到这边。那这辆车的原装来哦，它的唱机一打了 R 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个这个画面，可是是没有 reverse camera 的。所以过后期呢，Jayden 就装置了一个 camera 给他，因为它 socket ready 了的嘛，然后就直接可以看了传统手刹。座椅加热，可是我们马来西亚没有用到哈，这有2个置杯架，还有一些空间，还有一个12W power socket， 开灯，有自动头灯，上面这个灯呢就 off on。这个也没有灯了的啦，这个是 ETC 啊，日本的豆啊。打开引擎盖哈，打开油盖是这边。我们去看一下副驾驶的座位哈，简简单单，普普通通，椅子是蛮好坐的，讲真的哈，手扶就没有那个缓降哈，最主要是好玩这辆车哈。所以为什么Jayden会选这辆车？因为一个价格哦，大概100千左右的预算，你可以买到一个好玩的车，又可以轮到的车，又新的车，只有这辆可以选择了。FK7 美诺的话，价钱多少？也是贵了吗？超出预算了吗？我在上面的哈，这个放下来一点。这一副引擎的代号为 K14C 的1.4公升的涡轮增压的4缸引擎，它可以产生着138 HP、220的牛顿米，现在还是非常原装的一辆车，大概是这样的哈。K14C 打润95哈，黄色车要打黄腔，然后也要开黄腔。signal 灯是一个传统灯泡，前面车头灯也是一个传统灯泡的 signal 灯。要改车，第一个就是要从 LED signal 开始改嘛。这辆车也是没有这个 auto lock 的，还要 lock 门的哦，每次要自己按。OK， 这辆车呢，第一个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这辆车是非常容易驾驶哦。第一点就是它的 clutch 啊，它的离合器，它很接近的，就是 FK8 那种，好像不用脑想了，怎么去踩那个 clutch。OK， 那Jayden你也是有加过 FK8 啦，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容易驾？
我觉得两个都容易驾，可是如果讲你在山停着斜坡的时候哦，FK8你就不用怕落下来啊，因为它有 hill hold， 这辆车是没有 hill hold 的。OK，hill hold 也没有，auto rev mesh 也没有啊。那个 FK8就有了，非常的方便，就是 FK8呢，只要它好像你一档的时候起步有失火了还是什么，它会好像还帮你补油啊，就是 start 回去的哈。FK8这样也是没有了，可是呢就要有一点技术了哈，去练技术。好像杰登呢跟我讲，他不会驾手动挡，不会驾手动挡，可是呢就拿车之前就死命要驾给他们 try 了这个用可丽莎这样啊去试驾，OK 了哈。然后他现在连 Hill 都会做了，还用1个礼拜的时间，很快。OK， 这辆车呢第二个重点就是它的一拿车的时候，我们觉得它的 brake 啊，它刹车是非常的敏感。所以我做 Hill 都是难一点的，因为它点一点点就来了，就好像刚刚换的 AP Racing 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可是踩了一阵子过后，好像又 OK 了哦，比较正常了一点了哦。OK， 第三点就是它的这个方向盘呢，它是电子助力方向盘啊，然后在低速的时候是非常的轻盈，而且导致成这辆，而且这辆车的轴距也不长啦，变成它的这个在城市穿梭的时候，觉得这辆车很灵活嘞 ，OK 很好驾。可是，在高速的时候呢，那个方向盘也是会变得非常的紧凑，非常的有安全感哈。这个是我喜欢它的一点啊。OK， 我们有青灯，我很讨厌那种青灯还在慢慢哦，对，还没有完全踩完哦，双向灯会亮哦。这个挡挂换了 Monster 的哈，朋友送的啊，要不然原装是有扁扁的头，手感也比较好一点，这样子很好抓。车的桌子有一点像赛车这样，First gear， 它其实是不需要我们讲嗡点那个油这样子啊，但是我关了啦，加1K加到，它其实慢慢放 clutch， 这辆车都是还是很舒服的会走的。这辆车的这个最高的扭力是在2500到4000转左右啊，可以产生最高扭力。可是真正 feel 到它的 boost 还是1900开始，你看到那个 boost meter 开始有 boost 了，所以真正有力是在2500啊，好像现在这样再踩一点。这样子的 gear ratio 好像有一点短一点啊 ，final。就你看啊，我走大概110的时候是3000转，可以看，踩一点，3000转110啊。如果是比标准来说的话，是120-3000转的。所以走高速的时候，像现在有这个exhaust 声音的话呢，会比较有一点声音啦，那个耳朵会有点少少的共鸣。还好它这个 exhaust 不会很大声。其实这辆车的整辆原装车都蛮好驾了的哈，整个动态啊，整个灵活性很不错。我觉得如果是买了这辆车的朋友们啊，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把那个轮胎换掉，换去205或者215也是 OK。你这个 rim 的 offset 是多少啊？没有记错的话是38啊 ，positive 38。然后它的这个结节呢7.5，但是有玩家建议我们放8，因为当你的车降低了之后，你很明显看到那个轮跟fender轮还是比较凹进去一点点，这样子，这样就可以了，很好驾哦，这辆车，就换这2样东西。那如果你还有钱的话，再 upgrade 啦，像捷登这样 PCBR 请啊，OK， 那这辆车的很多那些名牌的改装物品的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哦。你看这辆车大概卖100千左右上下，它的改装物品呢，跟 FK8 一样 ，Monster 啊那些啊，竟然跟 FK8 价钱是一样哦，所以有点心理不平衡了，怎么要这样贵啊？其实如果你不要求全部都是大品牌的话呢，都可以用 custom 的也是可以。小品牌也是 OK， 不需要每次用名牌啦。看你只要你的能力的可以接受范围里面就 OK 了的了。前面是一个麦花臣，后面是一个扭力梁 torsion beam。重点是这辆车的这个车重也不到1000公斤，900多还比之前的上一款 ZX32S 轻了一个30公斤啊，没有错的话。所以可见它的这个灵活性也是蛮不错的所以我可以想象这是什么呢？这辆车的这个过弯啊是有带一点 trail braking 的，所以你过弯之前你踩一个重刹车下去，那个尾巴让它甩一点点，然后就踩大油门去，所以车棒会用得到啦，这个原装也没有 LSD 啦，可以后期加一个啦，也是
money 就可以了。那方向盘的这个摆动也不需要摆太多哦，非常的算敏感的一个，你看。所以我有时候过弯我不需要纠正这个方向盘纠正的太多，就大概一点点就可以了。仪表真的是漂亮，所以我有时候觉得买车啊，第一点就是仪表漂亮我就 OK， 不需要全液晶仪表盘，就好像现在这样 analog， 比较有立体感，比较有这个实在，比较实在一点。我很喜欢它的在这个城市穿梭的时候那种感觉。我左右切换都非常的快，我的方向盘一摆哦，因为它没有屁股嘛，它不需要等后面这个屁股来反应哦，你要摆啊，我在0.5秒之后我来做一个反应出来，不用。如果你们驾惯有屁股的车，你们应该懂啊。如果是刚刚出来社会工作的朋友们啊，薪水蛮高的话，你可以大概买100千左右的车哦。你的选择性有多少？新车里面 Vios CD。不然就是 Proton 的 S70， 全部都是 Auto， 没有 Manual 的选择。如果你像杰登这样，20多岁人有一个热血的心，喜欢去接受一个新的挑战，从不会什么驾手牌的车，到现在他连 Hyundai 都会做的，然后你又偶尔喜欢周末这样跑山的，当然是要买Manual嘛，这辆车100千左右罢了哦。可能 spare part 的话会有一点稍微的贵，可能讲 OEM parts 没有这样多，不然就是13000到16000里面去买 Civic 哦，很多年轻人的最爱，因为 Civic 才可以靠到美眉啊，我们 Suzuki 哪里可能？Suzuki 福建人也不喜欢啊，因为叫 Suzuki， 所以我们就 AC。这是 off 了嘛哈 ，off 了。现在进入 sport mode 了啦 ，AC off。然后我的自己的头脑也刷了一个新程序，我帮杰登刷了，所以 Hyundai 都刷进去了。它反正中间是一个液晶仪表盘嘛，如果它可以显示啊现在的这个档位是多少就好了，它没有的显示哦，有点可惜。0到100测试来了。有前传准看了，忘记了。做不到，喂，是0到100哦，补回哦，什么不会？补回那个0到100。多100。我觉得我的车是最特别啊，回的时候才是啊。风打进来过里，我的耳朵痛呀，被吹的感觉。OK 啦，这辆车0到100不会像 Auto 这样快啦，我觉得。这辆车的日本来后，它有这个电子限速哦。啊，怕了没有？可是它这个米特是讲6300、6200这样会红区吗？可是它6000准就看了这样子，因为它的最大的马力是在5500转，已经是来完了。OK。一大清早真的是蛮多车，怎么？speed 180哈，有的再去哦，他就感觉到是你在踩哦，他就没反应。这个避震器原装的关系哦，过一个弯感觉到有点玻璃肉这样，可是还好啦，因为这辆车轻嘛。OK， 我们可以稍微再踩一点，现在是58%油门。我看 Honda City 都给过我。K 一下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但车轻你会感觉到车还是轻了一点啊，在 highway 的时候，可能你驾惯了重的车就觉得有点没有安全感，这样你可能会这样子觉得啦。那 OK， 是 OK， 哎，我习惯了 EK 了。
45来欺负我啊！我是日本小钢炮，不可以输给一个德国小钢炮。哎，没有，我那个是大钢炮啊。你会牺牲掉这么舒服的车吗？牺牲掉，就是换掉 exhaust 会啊，应该会换掉啊。因为它这感觉上它的避震还是有点软是吧？啊，因为你从你的沙盖以前都是一个避震有adjustable 的车嘛，没有闪灯的不会让的。CC 在后面，他闪去左边给 Evan 过。OK 啦，我先降慢一下，给这辆车油温不要这样高先。所以通常你上到顶的话是多少度啊？那油温？我加的话啦，大概是110多咯。你加的话应该不止啊。这个影片我好像一直在叫杰登换什么的要换讲。OK 啦，朋友一场我可以这样子讲啊。如果我跟他不熟，我不应该这样子讲，就是讲他 SUV。改，妈的，给人家笑 ，exhaust 也是给你逼到改的。哪里有？你加那1K 那里嗡，有个逼哦，然后那边指哦，手指指耳朵讲没有声音哦。改，前面有烟的，雾啊，有雾啊，这个时间。哦，停在这个地方啊。这个 CD 也是很快的。快，妈的，加速太快了，妈的。我们就差不多到山脚了，各位哈，所以我们半路的影片呢，就会把这辆车试一下云顶山路，因为这个 Suzuki Swiss Sport 这种车就是拿来都可以用的，所以台湾很出名一下这辆车，台湾啊、日本啊，因为从以前的 Swiss Sport 开始，它的这个操控啊都是蛮好玩的，那个下 track 啊、十棒啊那些很多人玩，真的，一个 NA 的车，尤其是 ZX32S 有 6 speed 的 manual。以前的 M16A 不是开玩笑的，一个自吸的这个引擎去到7000转，可以拉到说136匹马力这样子左右。Alright， 我们就到这了，很快，这辆车。OK， 杰顿，下个影片再见。拜。Alright， 今天有 hatchback。Sedan 2个上云顶2位。好了，各位影片就到此结束。如果想要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啦，拜拜。